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紅馬入畫，福氣臨門，譚松韻春晚紅裙造型的年度審美記憶。在2026年央視春晚四川宜賓分會場的舞台上，譚松韻以一襲正紅色中式禮裙亮相。燈光落下的一瞬間，舞台仿佛被新年的喜氣點燃。紅色並不張揚，卻飽滿而溫潤，像是從年畫中走出來的人物，帶着久違的讓人心頭一暖的節慶溫度。觀眾與媒體不約而同地給出了同一個形容詞：年畫娃娃。這並非偶然的讚美。譚松韻身上的紅裙在色彩選擇上極為克制，不是鋒利的正紅，也不是豔麗的舞台紅，而是貼近傳統年畫審美的浮紅。這種紅色自帶文化記憶，象徵團圓、吉祥、喜慶與祝福，幾乎不需要解釋，就能被所有中國觀眾讀懂。更妙的是，禮裙胸前點綴的亮片刺繡小馬，在燈光下熠熠生輝，輕巧卻不輕浮，成為整套造型的靈魂所在。馬既是2026年的生肖主題，也是中國文化中馬到成功的具象表達。亮片小馬並沒有被做成誇張的裝飾，而是以年畫式的童真比例呈現，圓潤、靈動，帶着一點天真的憨態。這種設計讓整套造型瞬間脫離了單純的舞台服裝範疇，轉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。難怪有網友感嘆，這不是衣服，這是祝福本身。雙引號，譚松韻的外形氣質恰好與這一設計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契合。她的五官並不銳利，線條柔和而飽滿，笑起來時眼睛彎成月牙，帶着天然的親和力。紅裙並沒有壓住她，反而像是為她量身定制，讓那種福氣感自然流淌。她本人在春晚預熱採訪中笑着調侃，打扮完成後覺得自己像年畫娃娃，自帶恭喜恭喜的喜慶感。這句玩笑後來被網友反覆引用，成為春晚夜最溫柔的一句自我介紹。這一造型並非孤立存在，而是深度服務於宜賓分會場節目利益上游的整體表達。節目融合了川南請春酒民俗、川劇變臉、竹海等地域文化元素，主題指向力爭上游的時代精神。紅色禮裙與非遺符號相互呼應，讓傳統與當代在舞台上完成了一次自然銜接。譚松韻站在其中，不是突兀的明星焦點，而是文化敘事的一部分，溫柔卻有力量。春晚播出當晚，話題譚松韻年畫娃娃迅速登上熱搜，評論區裡祝福與讚美鋪天蓋地。有人說，她一出現，年味就有了；有人感慨，這身紅裙看着就想貼在牆上當年畫。還有網友調侃，馬年最成功的馬已經提前到港了。這些評價看似輕鬆，卻精準擊中了大眾的審美共識，那是一種久違的無需解釋的美。作為四川籍藝人，譚松韻在舞台之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來處。她用方言送出祝福：馬到成功，賺大錢，身體健康。軟糯的鄉音透過屏幕傳來，讓無數觀眾會心一笑。那不是刻意的煽情，而是一種天然的親切感，讓春晚這個宏大的舞台突然變得很近。更打動人心的是他選擇未告知家人的小小秘密。他希望家人能在直播中看到自己的表演，把這一刻當作新年禮物。這個決定沒有被過度包裝，卻被網友稱為成年人的浪漫。在聚光燈下收穫掌聲的同時，把最真誠的驚喜留給至親。這份心意讓她的紅裙不僅僅是美，更承載了情感的重量。預熱環節中，譚松韻與老友熱依扎的同框，也為這次春晚增添了溫度。兩人重現《甄嬛傳》時期葉澜依與純貴人的互動，笑容之間滿是熟稔。譚松韻分享了15年前拍戲時，熱依扎在她生病時為她熬梨水的往事。
那一刻，舞台不再只是舞台，而是承載記憶與友情的空間。觀眾看到的不只是光鮮亮麗的明星，還有時間沉澱下來的情誼。當然，關於未告知家人的部分解讀，也出現了一些未經證實的延伸猜測。理性看待這些聲音，或許更符合譚松韻一貫低調而清醒的形象。他從不急於製造話題，卻總能在關鍵時刻留下記憶點。這一次是一身紅裙，一匹亮馬，一張帶着笑意的臉。回看這場春晚，舞台上不乏華麗與熱鬧，但譚松韻的造型之所以被反覆提及，正因為它擊中了大眾對年味的集體想象。那是一種來自傳統又被現代審美溫柔托舉的美。紅色不喧嘩，裝飾不堆砌，情感不做作，卻讓人記得很久。如果說春晚是一場關於集體情緒的年度儀式，那麼譚松韻這一次的紅裙亮相，恰恰踩在了大眾情緒最柔軟，也最容易被觸動的那個點上。她不依賴炫技，不靠話題反轉，甚至沒有刻意追求驚豔，卻在不知不覺間完成了一次極其成功的審美溝通，讓不同年齡、不同審美偏好的觀眾都在同一瞬間產生了共鳴。這種共鳴首先來自於熟悉感。年畫娃娃幾乎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童年記憶，無論是貼在牆上的門神，還是壓在枕頭下的紅色年畫，那種圓潤的臉龐、飽滿的色彩、本能的喜氣，都早已深植於文化潛意識之中。譚松韻的造型之所以被迅速命名為年畫娃娃，並非網友一時興起，而是因為它精準地喚醒了這份集體記憶。但僅有傳統符號，並不足以支撐如此高的討論度。真正讓這身造型火起來的，是譚松韻本人所散發出的氣質。她身上始終存在一種不刻意的親近感，沒有距離感，也沒有攻擊性。紅色在她身上不是強勢的宣告，而是溫柔的邀請。她站在那裡，觀眾不會覺得被鎮住，而是會不自覺地想靠近一點，看得久一點。不少造型評論賬號在復盤時提到，這套紅裙在剪裁上其實非常考驗演員本身的狀態，線條並不複雜，卻對身形比例、氣質穩定度要求極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顯得厚重或流於俗豔。但譚松韻恰恰避開了這些風險，她的儀態舒展而自然，肩背線條乾淨，步伐輕盈，讓紅色的分量被恰到好處地托住。那種剛剛好，反而成為最難複製的部分。網絡上的討論也逐漸從單一造型延伸到了對她整體狀態的認可。有網友評論，她現在的美不是少女感硬撐，而是一種被生活善待過的鬆弛。還有人寫道，這才是春晚該有的女演員形象，看着就讓人心裡踏實。這些評價表面上是在誇外形，實則是在肯定她多年來積累的公眾形象與情感信用。事實上，譚松韻的年畫娃娃感並非一夜之間出現。回顧她的演藝生涯，會發現她始終與溫暖、治癒、真實這些詞彙緊密相連。她塑造過的角色大多不鋒利，卻有韌性；不張揚，卻有生命力。這種長期形成的觀眾認知，在春晚這樣一個全民級舞台上被集中放大，也被再次確認。紅裙與小馬的成功，還在於它沒有脫離現實語境。馬年主題如果處理不當，很容易落入符號堆砌的窠臼。但這次的設計選擇了克制與留白，亮片小馬不是視覺中心，卻在關鍵位置起到點睛作用。它既是節日符號，也是祝福的載體，讓馬到成功不再停留在口號層面，而是被具象為一種可被感知的美好寓意。不少網友在評論區留言，將這身造型與自己的新年願望聯繫在一起。有人說，看到她這身紅裙，突然覺得新的一年會順一點。也有人玩笑般寫道，這匹小馬看着就很靈，先借個好運。
這些看似輕描淡寫的留言，恰恰說明了造型已經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，成為情緒的出口。從傳播層面來看，這次春晚造型的破圈也極具代表性。它沒有依賴爭議點，也沒有製造對立情緒，而是通過高度正向的審美體驗自然擴散。短視頻平台上，大量二創內容以年畫娃娃為核心展開，剪輯、配樂、截圖被反覆使用，卻幾乎沒有負面爭論。這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中本身就顯得難得。而譚松韻本人對這一切保持了一貫的克制態度，他沒有過度解讀熱度，也沒有頻繁回應討論，而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作品與舞台本身。這種不搶戲的姿態，反而讓公眾好感持續發酵。很多時候，真正的高級感並不來自於解釋，而來自於留白。當夜色散去，春晚的熱鬧終將成為過去，但有些畫面會被記住。對很多觀眾而言，2026年春晚的記憶裡必然有這樣一個瞬間：燈光溫暖，音樂響起，一個穿着紅裙，胸前亮着小馬的身影，帶着笑意站在舞台中央。他不高聲宣告什麼，卻讓人心裡悄悄生出期待。或許這正是年畫娃娃最動人的地方。它不只是對外形的讚美，而是一種祝願的投射。願新的一年像那抹紅色一樣飽滿，像那匹小馬一樣向前，也像譚松韻此刻呈現出的狀態一樣溫柔、穩定，充滿希望。或許很多年後，當人們回憶起馬年的春晚，腦海中浮現的畫面仍然會是那個穿着紅裙，胸前小馬閃閃發光的身影。他站在那裡，像一張被時間保存下來的年畫，安靜地祝福着每一個屏幕前的人新年順遂，馬到成功，福氣常在。